嗨，这里是菜鸟老田，游戏业需要一次灌肠。无名狗屎觉醒，一款不能用粤语读标题的游戏。无名狗屎，同时也是一款不需要我掏钱，但需要我亲自去玩的史诗级大作。我又再次有幸成为全球前300名玩家。毕竟 Sweet Baby 的手伸到哪里，哪里的游戏就得 BOSS。他的支持者愿意提供除了购买以外的任何支持，但我不一样，我十分感谢并且支持 Sweet Baby。当我在思考下一期视频该做什么的时候，他总能准时准点给我提供一个十分有娱乐效果的素材。这次的原种是万代南梦宫，只不过这次没亏几个亿，我还是感到有点遗憾，让我少了点烧钱的快感。不过这一视频不会太长，因为我最多只能坚持3小时，这不是这个游戏的极限，是我的极限。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从开头序章就对一款游戏产生如此大的敬意。是因为角色吗？那你可能有点小看我的承受能力。虽然女主的形象从预告片到游戏里能看出一个女性8岁到40岁的年龄变化，虽然我觉得女主唯一算是能看的时刻就是闭上眼的时候，不然我真的会觉得她这双永远都合不上的眼睛在秘密吸取我为数不多的人性。虽然我觉得这游戏真的有点刻板印象，开场就能看到一个长着东亚人面孔的指导老师，而且老师一直在背现代论语，同时开头就毫无理由的对女主进行 emotional damage。但是比起新名特工里的巴兹，我觉得纯度远远不够，说明他们可能疑似还保留了点基础审美能力。剧情我也没认真看，当然不是因为没有剪中。作为一个看盗版港片长大的人，樊姐可以在脑内自动转换，因为我觉得这种过于神棍且俗套的盗版先驱者桥段简直是在浪费我的生命。他们还打算把这个剧情扩写成一个宇宙，我敬佩他们的勇气，给我一种00几年的编剧穿越到2024年还觉得自己那一套十分有吸引力的自信。可能是比较缺乏逻辑，不然也写不出这种烂片常见剧情。一个一开始就莫名其妙觉得主角不听话的老师，但是在你听从他的指令后又莫名其妙的陷入困境。这位老师带着主角潜行了半天，结果最后直接自己在没被敌人发现有着超能力可以偷袭，而且旁边还带着同样有超能力的主角。3大战术优势的情况下，又突然莫名其妙的冲上去给邪恶反派送人头。但是我觉得邪恶反派可能有点措辞不当，因为如果我是邪恶反派，我绝对会在秘密暴露后，同时对面毫无战斗力的时候把他灭口，而不是直接对他说跑吧，让这位本来就有点手足无措的主角突然找回求生的本能。这些逆天剧情结束，游戏才刚刚开始第1章，没关系，我已经开始控制自己的情绪了。让我们静下心来，好好体验游戏。毕竟这不是电影，这只是一群加拿大人做的印度版《黑客信条》。你扮演的女主天生就有超能力，可以一伸手震碎挡路的岩石，远程引爆燃料罐和油灯，隔空用念力推拉敌人，抽离敌人的灵魂，跳段舞自动隐身，能量护盾抵挡子弹，甚至还能直接附身敌人，让他们自相残杀，还能进入实体状态。这种先天绝地武士圣体却有一颗黄金一般的心，它可以让敌人被爆炸物炸成碎片，可以把敌人从高处拉下来摔死，但绝对不愿意把敌人像石头一样直接粉碎。只要被敌人发现，他似乎就会忘却自己曾经能击碎岩石，而选择用久经锻炼的肉体和对方肉搏切磋。这不仅是武术的胜利，也是女主仁慈的表现。你真的好温柔，这也是为什么玩家大多数时间只能选择潜行，因为打击感太差，手感太僵嘛，并不是，完全是因为隔着屏幕被赛博善人感动。所以现在后面一大堆大差不差的关卡里保持潜行，让他们互相用武器捅穿自己人，然后被油桶炸得稀碎吧。这一切都是出于善念，而且你还能对主角进行培养，获得完美闪避以及可以弹反的护盾。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但是从他们会给你安排一个和女 BOSS 互相刮痧的泪之狼 BOSS 战来看，应该是想让自己变成一款类魂游戏。是的，类魂游戏，毕竟类魂游戏的门槛不高，无论你角色多残疾，无论你动作多僵硬，只要加个闪避弹反，都可以让一部分认为你是一个类魂游戏，真的很有上进心。这场折磨结束于一个白人老头让女主去寻找飞艇上的追踪器。我是主角，不是你的佣人，更不会去做你的清单任务。但是至少这游戏里真的有白人角色，就这已经比新名特工强很多了。但整个游戏就要是让游戏业倒退回了10年前。我知道这可能对游戏业是好消息，但是我回不去了。是的，都是我的问题，别买这游戏，让他们继续烧更多的钱吧。那这一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内容还在制作中，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让我们下次再见。